你有没有好奇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陨石坑里往往找不到陨石？一个小行星从天而降，在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可是当我们跑去坑底寻找肇事者时，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难道那块陨石长了腿自己逃走了？还是被外星人顺手捡走当纪念品了？别着急，真正的答案既不离奇，也不失震撼。事实上，陨石撞击在宇宙中并不稀奇，无论月球、火星，表面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撞击坑，而地球由于有大气层和活跃的地质循环，陨石坑的痕迹反而不易长期保存。但现今仍能找到一些幸存下来的撞击遗迹。要揭开谜底，我们得先看看陨石撞击的整个过程，了解陨石坑是怎么炼成的。首先，什么是陨石坑？简单说，就是陨石撞击地面砸出来的大洞。想象一下，一块来自太空的巨石高速袭来，当它途经地球附近，会被地球引力拽住，狠狠撞向地表。如果这个天外来客足够大，哪怕有大气层当缓冲垫，它依然会以极高的速度撞到地上。一般小行星撞地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几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如此骇人的高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撞击那一刻的威力宛如一颗核弹在地表引爆。当陨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砸向地球，它与地表接触的瞬间会产生剧烈的冲击波，冲击波朝四面八方传播，把巨大的动能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可怜的陨石自身首先倒了大霉，在几千甚至上万摄氏度的高温和惊人的压强下，撞下来的陨石会被瞬间挤压、加热，直至融化甚至气化。比如一块直径50米左右的陨石，整个粉身碎骨只需要千分之一秒，陨石转眼间就化为炽热的气体和碎屑，仿佛瞬间蒸发了一样。这团高温气体会随着冲击波一起喷射回大气中，形成巨大的蘑菇云状烟尘柱，严重的话甚至能一直冲出大气层。那么地面呢？地表在这一击的猛烈撞击中也吃不消了。以陨石接触点为中心，冲击波会在地面炸出一个凹坑，并把周围的岩石土壤统统掀飞出去。最初的小坑在爆炸能量作用下迅速扩大加深，转眼间就变成我们最终看到的陨石坑，而且往往比陨石本身的直径大出几十倍。陨石坑形成的过程虽然快，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最初是挖坑阶段，随后坑壁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塌陷，出现环形的断层阶地，好比梯田一样层层塌落。在足够大的撞击坑中央，还会因为剧烈冲击隆起一个向上的中央峰，这有点像水滴落入水中激起的浪花尖峰。最后中央部分也稍微塌陷，整个大坑就成了周围高、中心低的碗状结构。就这样，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在短短几秒钟内横空出世了。科学家估计，在地球历史上，直径10公里以上的陨石撞击坑至少出现过上千个，更小的更是不计其数。但随着岁月流逝和地质重塑，如今只有极少一部分撞击坑仍能被辨认出来。根据国际陨石撞击数据库的统计，目前全球确认存在的陨石坑只有大约190处，也就是说，我们今日能见到的陨石坑只是冰山一角，其余的大多已经被大气、水流和板块运动等作用抹平、填埋，消失在地质记录中了。陨石撞出了大坑，可陨石自己却不翼而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学家的研究发现，陨石撞击后找不到陨石其实是正常现象，有以下几种典型的情况会导致陨石从此失踪。首先，陨石可能在撞击中直接气化或烧成碎屑。正如前文描述的，撞击产生的超高温会把陨石本体瞬间融化、气化，大部分陨石物质都变成了气态或微小颗粒。这些气化的残留物会随着冲击抛向高空，四散到环境中，再也看不到完整的大块陨石了。举个极端的例子，6600万年前那颗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估计直径有10公里，它砸出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足有100余公里宽，但陨石本身早已灰飞烟灭，只在全球地层中留下了一层富含异元素的薄薄沉积。这层异常就是陨石气化后散落的遗迹，却没有任何陨石块留在坑里。其次，陨石可能在撞击中融成液滴并飞溅出去，最后凝固成小颗粒散落一地。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比较大的铁质陨石撞击时。以美国巴林杰陨石坑为例，当初那枚50米宽的铁陨石，据估算有30万吨重，可是在撞击瞬间，约有 70% 的陨石融化成了微小的铁液滴。这些炽热的液滴被抛射到几公里外，冷却后变成细小的铁珠子，散落在坑外围的沙漠里。剩下的部分陨石则碎成了各种大小的碎块，同样飞离了撞击坑。最后在坑底，我们几乎找不到陨石的完整踪影，只能在周边发现少量残留物。再次，一些陨石在坠落过程中就发生了解体爆炸，形成陨石雨。这种情形下，陨石往往在高空就碎裂成无数块小陨石，像下雨一样散落地表，留下多个小坑，或者根本没留下明显坑洞。1947年降落在前苏联西伯利亚的西霍特阿林陨石就是这样，它在大气层中爆炸解体，成千上万块碎片散落了方圆几十公里的区域，地上留下了无数小坑，每个坑里也只找到少许陨石碎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1976年的吉林陨石雨震惊世界，数千块天外来客降落在吉林郊外，迄今为止仍然是人类观测记录中最大的陨石雨之一。吉林陨石雨中最大的那块陨石重达1770公斤，但它是从空中爆炸后的碎片坠落，并没有形成巨大的撞击坑。当陨石以这种方式粉身碎骨后，我们只能捡到散布各处的小陨石，无法在某个大坑中找到它的全集。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陨石根本没能接触地面就空中解体，它在大气层中高速穿行时，因为压力和摩擦生热而爆炸，整块陨石化为一团高空火球。这种空中爆炸由于没有实体撞击地表，往往不会留下陨石坑，但冲击波依然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08年的通古斯卡大爆炸。这次事件中，一颗估计直径50-60米的小天体在上空突然爆炸，硬是把地面的森林冲击得成片倒伏，2000多平方公里的树木像火柴杆一样齐刷刷倒下。但现场既没有陨石坑，也没有找到大块陨石，这颗陨石很可能已经完全烧成微尘，飘散到大气中了。通古斯卡事件我们稍后还会详细介绍。综合来看，陨石往往是撞击中的牺牲品，撞出陨石坑后自己也下场凄惨。绝大多数大型陨石在撞击后都不会留下完整的本体，要么气化在空气里，要么碎成渣子散落各处。即使有些没有完全消失的小块陨石当时遗留了下来，经过漫长岁月也会被泥土掩埋、锈蚀风化，变得更加难以寻觅。反过来说，那些能被人轻易找到的大块陨石通常都是撞击威力不大的结果。比如有些小陨石在落地前速度大幅下降，只在地面砸出浅坑，人们才能完好无损地把它捡回来。例如，世界上已知最大的陨石纳米比亚出土的霍巴陨石重量约60吨，由于它几乎是减速后自由坠落，没有形成真正的陨石坑，人们才能将其完整发现并保存下来。如今它静静躺在原地供世人参观。当你站在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前找不到陨石，其实再正常不过了。陨石坑本身才是那场宇宙撞击留给我们的真正纪念品。说到真实的陨石坑，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巴林杰陨石坑。这是地球上第一个被确认由陨石撞击形成的坑洞，名气很大。它位于亚利桑那州干燥的沙漠地带，也被称作流星陨石坑。这个陨石坑直径约1200米，深约170米，边缘隆起部分比周围地面高出40多米，看上去就像是谁在荒漠中用巨型炸弹炸出了一口大碗。巴林杰陨石坑形成于大约5万年前，当时一颗直径约50米的铁陨石从天而降，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撞击这里。估算这块陨石重量有数十万吨，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00-300万吨 TNT 炸药。如此猛烈的撞击瞬间气化了陨石的大部分，仅有少量碎片幸存下来。科学家在陨石坑周围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铁陨石残片，总称为坎永迪亚布罗陨石，以附近的恶魔峡谷命名。这些碎片证明了陨石坑的来历。然而在陨石坑底部，人们并没有找到想象中那整块巨大的陨石，陨石似乎凭空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壮观的大坑和满地散落的铁块。有趣的是，巴林杰陨石坑的研究过程
本身就像一部侦探小说。19世纪末，许多地质学家不相信陨石能砸出大坑，更倾向于认为地球上的圆形坑是火山爆发或其他地质作用形成的。当时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位权威曾断言这个沙漠巨坑是个死火山口。然而，一位名叫丹尼尔·巴林杰的矿业工程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注意到坑内外散落着奇怪的铁块和金属珠子，推测这里确实是陨石撞击遗留下的痕迹。巴林杰坚信坑底埋藏着一颗巨大的陨铁，他甚至买下了这片土地的采矿权，开始长达20多年的挖掘探寻。遗憾的是，巴林杰挖到了400多米深，也没找到那块梦寐以求的宝贝陨石。原来陨石早就在撞击中化作铁蒸汽和铁珠四散飞扬了。不过巴林杰的直觉是正确的，这个坑的确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后来人们用这位发现者的姓氏为陨石坑命名，巴林杰也因他的坚持和远见名留青史。如今巴林杰陨石坑由巴林杰的后人私人拥有，被开发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和科普场所。游客可以站在坑源高处俯瞰整个陨石坑，那景象令人震撼。荒凉的红土地上，一个巨大的圆形坑洞，宛如外星战舰炮击后的遗迹。在坑边的游客中心里，展示着从周边收集来的陨石碎片和丰富的撞击科普资料。据说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曾在此地训练月球上的地质勘察，因为这里的地形与月球陨石坑颇为相似。巴林杰陨石坑向世人展示了宇宙撞击的威力，也提醒我们，当你在坑底找不到那块陨石时，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早已在爆炸中灰飞烟灭，只留下这样一个巨大的印记供后人瞻仰。要说地球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陨石坑，墨西哥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当之无愧。这场撞击直接结束了恐龙称霸的时代，是一次来自天外的灭绝事件。时间回到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的最后一天，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巨大天体突然从天而降，目标直指如今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那一瞬间，大地仿佛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小行星以每秒20多公里的速度撞击海岸，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数十亿枚二战时期的原子弹同时爆炸。巨大的冲击在浅海区域炸出一个直径接近180公里的陨石坑，这就是埋藏在地下的希克苏鲁伯撞击坑。方圆几百公里内的岩石瞬间被气化熔融，数万立方公里的喷出物被抛射到高空，一系列全球灾难随之而来。近地表的大气被烧得通红，点燃了全球各地的山林大火。无数抛向高空的炽热岩石块又如同流星雨般坠落，火球照亮天际。紧接着，海啸掀起数百米高的巨浪横扫海岸，而更长远的影响是，大量粉尘和硫酸盐微粒进入平流层，遮天蔽日的阴霾持续了好几年，导致全球气候骤然变冷。在这场大灾变中，恐龙以及当时地球上约3/4的物种走向灭绝，只有一些体型较小的动物和幸运的幸存者熬过了漫长的黑暗岁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陨石撞击，恐龙也许会继续主宰地球，而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的崛起之路将被大大改写。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是真正改变世界历史的一天。令人庆幸的是，科学家在地层记录中找到了这次撞击的蛛丝马迹。全球白垩纪与古近纪交界的那一层沉积都有一层异常粘土，里面富含铱元素和特殊的震荡石英颗粒。铱元素在地壳中非常稀少，却是陨石的标志性元素。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阿尔瓦雷兹父子在意大利的地层中发现了这一富集层，并据此推测恐龙灭绝与一次小行星撞击有关。这个猜想起初颇具争议，但随后地质学家在墨西哥湾地区找到了关键证据。石油勘探的钻井数据和重力测量显示，在尤卡坦半岛北部地下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环形结构，这正是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遗迹。从此，陨石撞击导致恐龙灭绝的理论尘埃落定。如今，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因为它的大部分结构埋在地下几百米深处，且部分位于墨西哥湾海底之下。人们在半岛上看不到巨大的圆形坑洞，
但通过地球物理勘探和科学钻探，已经绘制出它的轮廓。这个巨坑直径估计约170公里，中心那座因撞击反弹形成的中央隆起峰如今深埋地下，陨石坑外围的2圈同心断裂环也构成了地下特殊的地质构造。在陨石坑周边，科学家还发现了当年撞击喷出的玻璃质小球和厚厚的海啸沉积层，足以证明这场灾难的威力。希克苏鲁伯撞击坑的发现不仅解开了恐龙灭绝之谜，也让我们第一次深刻认识到太空撞击对地球生命演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发现震动了整个科学界，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历史上其他几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也可能与天体撞击有关。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希克苏鲁伯事件更像一个带有悬念和警示意义的故事。谁能想到地球上芸芸众生的命运竟会被一颗从天而降的巨石在一日之间改写。至于那座陨石坑里的陨石本身早已在当日滔天的烈焰中化为乌有，只剩下一道埋藏地下的巨大伤痕，静静诉说着6600万年前那场惊天动地。来到南非自由州省，我们能找到地球上目前已知最大的陨石坑——弗里德堡陨石坑，它的直径估计在250至300公里之间，比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还大得多。这次撞击发生在大约20亿年前，那个时代地球上还没有复杂的动植物生命，只有一些微生物默默繁衍，却迎来了这样一场石破天惊的太空撞击。科学家推测，当时砸向这里的小行星直径可能有5到10公里，释放的能量之大，恐怕在地球整个地质历史上也名列前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弗里德堡陨石坑已经看不出典型的圆形坑洼了，数十亿年的风化侵蚀和板块运动让它表面的痕迹几乎消失殆尽。直到20世纪90年代，地质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石英特殊变形的证据，即所谓震击石英，才最终确认这里曾经发生过大型撞击。今天的弗里德堡陨石坑区域地表只残留一个宽阔的环形丘陵带，人们俗称弗里德堡圆顶，名字源于中心地层的隆起结构。从空中俯瞰，这些山丘依稀勾勒出陨石坑的大致轮廓。坑中央原本隆起的高地已被侵蚀成一系列低丘，周围则围绕着一圈弧形排列的山脊。2005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成为研究地球撞击史的重要地点。弗里德堡陨石坑虽然形成于20多亿年前，但它对南非的自然资源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据传，这个陨石坑所在地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金刚石和黄金，被誉为世界黄金之都的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带就位于陨石坑附近的古老岩层中。同时，在陨石坑范围内也发现了含金和含钻的矿脉。科学家认为，巨大的撞击可能促使地下深处的宝藏露出地表，使这一地区成为地球上矿产最富集的地带之一。如今大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弗里德堡陨石坑所在区域，许多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处远古陨石撞击的遗迹上。当地有城市、农田和公路，日常生活与别处并无二致，只是远处的地平线隐隐成弧形。这正是巨大撞击坑的边缘。弗里德堡陨石坑让我们见识了宇宙撞击可能达到的极限规模，它所记录的是一场远古的末日场景。假如类似规模的撞击发生在今天，无疑将是人类文明难以承受的浩劫。但值得宽慰的是，这种级别的撞击实属凤毛麟角。弗里德堡陨石坑的存在提醒我们，地球在漫长历史中并非始终风平浪静，它曾挨过一些异常猛烈的重拳。而如此巨大的撞击所对应的那块陨石，同样没有在坑中留下任何踪影，或许早已气化消散，与当地岩石融为一体了。说了这么多陨石坑，最后让我们看看一个没有陨石坑的撞击事件，这就是1908年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卡地区的神秘大爆炸。此次事件并未留下地表陨石坑，却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场陨石空中爆炸的杰作。1908年6月30日清晨，在西伯利亚偏远的通古斯卡河流域，天空中忽然划过一颗炽热耀眼的火球，随后大地猛然一震，天空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团赤白的火光在离地面约5-6公里的高空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横扫大地，
方圆数十公里内的森林瞬间被夷为平地，大约2000多平方公里的针叶林齐刷刷倒伏，8000多万棵树木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有目击者形容，当时远处天空亮得仿佛第二个太阳升起，紧接着一股灼热的气浪袭来，将人掀翻在地。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枚1000万到15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在空中引爆，但由于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直接造成人员伤亡很少。然而它留下的谜团却让人困惑了许多年。如此剧烈的爆炸，地面上却没有发现任何陨石坑，也没有找到明显的陨石碎片。一时间，各种离奇的假说层出不穷。有人说是冰质彗星撞击后完全气化了，有人说是外星飞船在高空爆炸，甚至还有人猜测是一颗微型黑洞擦过了地球。不过，科学界如今普遍认为，通古斯卡爆炸是由一颗直径约50米的石质小行星在空中解体所致。它以极快的速度闯入大气层，还未触地就因巨大压力骤增而在高空发生爆炸，将自身物质全部气化或碎成微粒，于是既没有留下完整陨石，也没有形成撞击坑。通古斯卡事件发生多年后，苏联研究员列昂尼德·库利克率队深入爆心区域考察，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以爆炸中心为圆心，周围数十公里的树木全都齐根倒伏，树干朝向外辐射，而在最中心的位置，一些树干却光秃秃的直立原地。这样的破坏格局显示爆炸来自空中。然而，库利克在附近沼泽中找遍了，也未能寻获任何陨石残片，只能失望而归。这一发现加剧了谜团，一时间各种假说纷纷出炉。多年以后，科学考察队发现，爆心区域的树木年轮和树枝里嵌有微小的陨石颗粒，土壤中也检测到了特殊的金属微球。这些发现印证了确有天体物质在此空中爆炸并四散。令人后怕的是，如果这样规模的爆炸不是发生在西伯利亚无人区，而是发生在某座大城市上空，后果将不堪设想。一颗50米宽的小行星足以毁灭一座现代都市。现代历史上距离通古斯卡最近的一次陨石空爆发生在2013年，地点同样在俄罗斯。当年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仅19米的小陨石爆炸，冲击波震碎了上万扇窗户，导致1000多人受伤。当时明亮的火球划过天幕的景象被许多行车记录仪拍下，几分钟后冲击波抵达地面，爆炸巨响引发了城市中的恐慌。这次事件的威力不到通古斯卡的1/10，却已经让人见识到小天体撞击的危险。因此每年的6月30日被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正是为了纪念通古斯卡100年，并提醒世人关注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通古斯卡大爆炸留给我们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陨石没有留下陨石坑时，我们能否察觉那场撞击的发生？幸运的是，科学家的努力让谜底浮出了水面。通古斯卡那块失踪的陨石，最终还是在无形之中被找到了。原来它以蒸汽和尘埃微粒的形式洒落在西伯利亚的土地和湖泊里，只有通过细致的科学见证，我们才能在树枝和土壤中捕捉到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这件事从反面提醒我们，大多数陨石掉落后并不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留下一整块外星巨石任人参观。绝大多数情况下，陨石要么在空中炸成飞灰，要么在地面撞成碎渣，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不见。但它们消失的方式本身就是地球与宇宙相撞时留下的最震撼标记。除了上面介绍的几个，在地球各地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陨石坑。澳大利亚狼溪陨石坑位于澳大利亚西部荒漠的狼溪陨石坑国家公园，直径约875米，深约60米，形成于大约30万年前。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小型陨石坑之一，一眼望去就像月球表面环形山的缩影，周围地形几乎没有受到侵蚀。加拿大彭加卢特陨石坑又名新魁北克陨石坑，位于加拿大魁北克北部努纳维克地区，直径约 3.4 公里，形成于约140万年前。现在坑内蓄满清澈的湖水，
被称为努纳维克的明眸，是地球上最干净的淡水湖之一，能见度超过30米。加拿大苏德伯里盆地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是一个巨大的陨石撞击构造，形成于大约18亿5千万年前，原始直径估计有250公里左右。经过漫长岁月的地质作用，它如今以苏德伯里盆地的形态存在。这次撞击给地壳带来了丰富的金属矿藏。苏德伯里地区因盛产镍、铜等矿产而著称，相关资源至今仍在开采。德国里斯陨石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直径约25公里，形成于约1400万年前。如今坑内坐落着小镇诺德林根，许多建筑的石材都取自当年撞击熔融形成的角砾岩，其中含有无数微小的钻石。这些微钻石正是在撞击时高温高压下诞生的特殊产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境内直到最近才正式确认了陨石坑的存在，目前已知有3个，全都位于东北地区，且规模不大。第一个是辽宁岫岩陨石坑，直径约1800米，发现于2010年前后。第二个是黑龙江依兰陨石坑，直径约1850米，确认于2020年。第三个是吉林白基峰陨石坑，直径约1400米，确认于2023年。这些陨石坑由于年代久远且受到严重侵蚀，以至于难以辨认，都是在近10余年里通过地质调查和钻探才证实的。他们的发现表明，即使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也隐藏着远古撞击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揭开。有意思的是，白基峰地区自古流传陨石坠落的传说，而科学的发现证实传说并非虚构，可谓传说与现实在此不谋而合。实际上，撞击在更早的岁月里甚至塑造了地球本身。有科学理论认为，大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远古行星与年轻的地球发生猛烈相撞，溅射出的碎片环绕地球，最终形成了月球。这就是广为接受的月球起源假说。没有那场史诗级的撞击，就不会有今天的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和四季也将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晚仰望天空中明亮的月亮，看到的也是远古一次宇宙撞击的余晖。最后，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星空。当夜晚有流星划过天际时，不妨想一想，那也许只是一粒渺小的尘埃在大气中燃烧，而那些更大的石头，则是我们不得不严肃对待的访客。正是因为无数次陨石的来访与撞击，地球的历史轨迹才被一次次改写。陨石坑里的陨石虽然不见了踪影，但环顾这些斑驳的坑迹，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宇宙令人敬畏的力量。面对浩瀚星空，人类终究渺小。我们能做的，除了继续探索与研究之外，就是珍惜眼前得来不易的宁静，并铭记头顶之上那些不可忽视的威胁与壮丽。